现在是一个艺人了哈，艺人的话就不止。为什么要笑？有没有担心过这样的人气过去以后能持续多久？最多4、5个月，我就没想过要火。其实我觉得说多苦也不是苦累那种，它是熬，然后每个星期考试你不行就被刷下去这样。我是那种比较平静的人，谁不想做到完美？多练习一次，然后就好一次，再练习一次就好一次，所以就是不断的累积，然后最后才会出现他的豆子。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些你的报道哈，就是说其实之前考上一个很好的一个大学，然后为了去到韩国去做练习生，然后放弃了这个机会。对，但我们都知道韩国练习生都是很苦的嘛，对，我们就不说有多苦了哈。对，就是，但是那是怎么样去支撑下来整个的一个练习生的一个生涯？其实我觉得说多苦也不是苦累那种，它是熬，就是你在韩国训练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来，他不会告诉你什么时候你能出道，就是他会就是让你一直练，然后每个星期考试，你不行就被刷下去这样，刷下去就直接回家了啊？对对对，或者是说你还有勇气再去接触其他的公司，但是我觉得就是。人就是你要是很喜欢这件事，你就可以一直坚持下去。所以就是在我没被刷下来之前，如果我还是那么喜欢这件事的话，我就可以一直坚持下去嘛。有哭过吗？哭过。哭得多吗？就是可能比如说在刚去的时候嘛，然后不会韩语，就是什么都听不懂的时候，就哭的比较多。就是你想表达一些什么表达不出来，然后再加上你想听懂人家说什么你也听不懂，就是会很憋。那最崩溃的一次你记得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就是说到我对声乐方面不是有一点害怕，或者是说就比如说我在陌生的人面前一个人表演的话，我可能会就是会很想哭那种，就是因为我之前就当表演就很想哭吗？对，就不一定是表演，表演还好，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大的环境下，然后大家坐在那看你嘛。但是如果是比如说在班上上课，然后老师单拎我出来，就是因为之前在韩国，然后当时我们记得是10个人，然后每次上声乐课都是围着嘛，然后老师坐在中间，然后因为他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待了半年多了，就是已经可以听懂，而且整个公司也知道我可以听懂，但是那个老师就是他每个人都点评，但是唯独跳过你，然后再说下一个人，他就是眼神会这样绕，就是这样，然后再说下面的人，然后在单独训练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个人站在墙边嘛，然后就自己唱给自己听，就是那个回声，就是一种训练方式。然后他每次到我这里来，就是直接骂，就是说你唱的是什么，就是所以经过那个老师以后，就是可能我就比较害怕。那之后的话，其实也坚持下来了嘛。对，那坚持下来最大的动力是，就是喜欢，就是喜欢。对，那有没有说跟妈妈有过抱怨啊，或者是诉苦这样的情况？因为我妈妈是那种，就是她是一个老师嘛，然后她采取的方式就是，如果你做得好，人家不会去说你的。所以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只要我每一步都做踏实，然后做好了，就是人家就不会来说。如果人家说了的话，一定是你哪方面还不足。对，所以她从来不会是安慰的那样子的。不会，我妈妈就是比较严格。那就聊到妈妈这个话题哈，其实我来之前我也问过很多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子一个问题，就是知道妈妈从小对你很严格，就我一直想问，为什么妈妈不让你叫妈妈，一定要叫老师呢？因为当时就是我们整个小学嘛，然后我们这个年级的基本上大部分女生都是在她那里学跳舞，就是学中国舞，然后她跟我说的就是他希望在别人的心里他是一个公平公正的老师，就是不希望人家看他就是好像是自己的女儿，就对我特别的好，特别照顾怎么样，他不希望就是成为那样子在别人眼里的那样的老师，所以他也是对自己要求特别特别严格的一个女强人。对，那你埋怨过他吗？小时候会不理解，但是现在就是
我很理解。小时候有非常就是觉得为什么对别人家的孩子是那样子的，然后别人的妈妈对孩子是那个样子的，为什么自己？就是我到现在可能还会羡慕，就是爸爸妈妈跟自己是朋友的相处方式的那种家庭啊。那现在跟妈妈的关系还是以前那样子吗？就是我们是亲的，而且他对我也是关心的，但是语言上和就是在平时在家里互动的时间，一是因为我平时可能过年只回去一次，就是一年中只过年一次，然后平时的互动也不多，然后我们也不喜欢打电话，然后也不太喜欢发微信，就是最多关心一下身体健不健康啊，就这样而已。会跟妈妈说我爱你啊，或抱抱之类的吗？不会，就会。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会觉得很别扭的那种感觉，是吗？妈妈跟你说过爱你吗？从来没有过。那就是就其实也非常理解，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父母也是这样子一个，因为他们不懂得怎么去表达，然后跟孩子这样子一个感情嘛，我非常理解。但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有一些正面的影响，也对你也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啊，因为就很坚强的这样子，挺独立的，对，挺独立，而且他跟我说的那些道理，我觉得是挺对的，就是他可能让我小时候就提前感受到了，就是外面会要面对的事情，所以他就觉得我就是很乖，比别人家的就是女孩，因为我出来的早嘛，他就觉得我保持的挺好的，就是初心啊，或者是说自己的状态，就是他觉得很欣慰，很乖，但是有好也有不好。但是有时候女孩的话就是想要撒娇，就是我不想要做成一个乖宝宝，我就想要一个随时有时候可以任性啊，可以撒野这样的女生。你完全没有这种想要任性的这种想法。我是那种比较平静的人，就是我不任性，但是我也很讨厌撒娇。那你会叛逆吗？有叛逆的时候吗？没有，我没有，从没有叛逆期。可能最叛逆的就是那一次，是考大学还是去韩国？那你现在是一个艺人了哈，艺人的话就不只是。为什么要笑？为什么要笑？那艺人的话其实不只是舞台，那我们可能还有一些私下里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展现在观众啊或者是网友啊面前这样子一些豆子。那会不会为了这个艺人的身份，有时候会隐藏自己？不会，完全不会。我就是觉得，可能现在大家都很漂亮，然后又是大家很对，然后都很完美。但是如果我就想做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对，那还挺好的，普通话都很好。没关系，其实你的那个索普也是一种风格，也是一种特色，大家一下就记住了。冲到101这个节目哈，因为你的这个名次是12名，差1名的名次，有没有觉得很遗憾啊？刚开始那天站在上面的时候，还有最后结束完了之后的那个晚上，会觉得很遗憾。妈呀，我怎么那么喜欢哭啊？没事，都说了让大家喜欢真实的你，对什么样的你都喜欢。没关系，没关系。没事，我一哭我就笑。就还是会有遗憾。那有没有想过凭什么？凭什么别人进了你没进？我有私下分析过，就是我已经分析了一个结论，但是当然这个我就是这个答案在我心里，但是我觉得人家就是会有那种结果是有道理的。那你在参加节目之前，因为之前也参加过其他的选秀节目，而且名次很不错。那有没有在参加创造101之前有想过，如果这个节目再不火，怎么办？我就没想过要火，然后我也没有想过要，就是做一个什么人家口中说的艺人或者是女明星之类的。我就想当一个女团的成员，因为我觉得既然在舞台上嘛，就是不管是你当中间那个人也好，中间那个就是歌手，还是站在旁边的人也好。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但是你站的地方是一样的。
名称不一样而已。那现在也有说是，比如说有一些工作，刚才有听说最近工作排得很满啊，累的时候有没有就是会想到啊，其实如果我不是现在的，我没有做艺人就不会那么累了，或者是我可以出去玩了，或者这种没有过吧？不累，不累。跟前2年比，就是我自己工作的时候，就是一点都不累，现在，所以现在还挺幸福的感觉，很幸运感觉。以前的工作会比较累，就因为都靠自己嘛。对，现在可能而且有更多的这个粉丝啊什么的给你力量。对，以前就是自己什么事就自己扛，比如说衣服也自己扛，家具也自己扛，家具都自己扛。对呀，就是有发生一些事情就自己解决嘛。但是现在可能有那么多人喜欢你，或者是说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帮你，就有人在帮你啊，就跟你就是现在的累，也就是我觉得不累。那我们刚才也说了，比如说你最开始的坚持的时候，是你热爱这个舞台，这个舞台可能给了你一些能量，然后包括像现在的话，可能是人气，包括你的粉丝给了你一些能量，有没有担心过这样的人气过去以后能持续多久？有担心过这个问题吗？持续，我觉得最多4、5个月。4、5个月，你这个对自己的太低估了吧？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那如果人气过去以后，那你的能量来源又是什么？我想坚持啊，就是我还是喜欢，我还是在喜欢这个事业，是因为舞台。对，然后就我不管，比如说4、5个月之后工作没那么多了，但是这完全不影响我还是喜欢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分开的。那最后呢，你有没有想跟你的粉丝说一些什么？对喜欢你的人说一些什么？因为我有时候感觉就是，比如说在机场见到的，或者是我私下见到的那些，就是其实，除了一些妈妈粉或者是爸爸粉之外，有更多的喜欢我的是一些年纪比较小的，因为其实我年纪也，在比如说偶像这个行业已经是算还比较中上的，不要这样说，年纪了，不要这样说，好扎心。然后，我就是希望他们如果有，前提是先好好学习，然后先就是照顾好父母的情绪。但是呢，在你有能力的时候，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要用尽全力去拼。因为现在很多人喜欢，就是我突然一下喜欢这个，然后我看到这个我也喜欢这个，就是我学一下钢琴，我学一下舞蹈，再学一下唱歌，然后最后到头来好像什么都不会，然后或者是好像什么都会那么一点点，但是又还好。所以就是如果有一个目标的话，就是全力以赴，就是你既然那么喜欢的话，一定要坚持下去。你对潘婷的能量的这个理解是什么样的？因为就是新出的这个，它就是感觉就是保护嘛，它是一层一层加强的。就是比如说你这一次上了一层营养之后，它是不断的在你下一次之后会越来越加强，就是累积在加强着。对，就像我们在这件事上面的坚持，就是刚开始可能你很弱，但是你有勇气，然后你坚持下去。多练习一次，然后就好一次，再练习一次就好一次，所以就是不断的累积，然后才会最后变成了现在的豆子。